北戴河现在不是什么避暑天堂，而是中共权力最隐秘、最凶险的战场。官媒嘴上不说，信号却一个接一个。蔡奇奉命现身，中共外交部记者例会临时休会，沿线安保拉到最高级别。2025年的北戴河会议已经实质开幕。接下来2周，这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消息，都可能决定谁坐稳，谁出局。您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邵峰。先来看今天最热的消息。虽然官媒没有官宣北戴河会议5个字，但中共高层已经实质进驻北戴河。据新华社8月3号报道，习近平没有露面，由蔡奇出面奉命慰问暑期休假的专家学者。外交部也罕见宣布，例行记者会从8月4日到15日整整休会2周。这些动作合在一起，已经给外界释放了明确信号，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正式开场。现场画面显示，这次有超过50名专家被安排到北戴河度假。坐在蔡奇两边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慧专家郑南宁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历史专家钱承旦。报道称，今年休假以爱国奋斗为主题，参加休假活动的专家主要来自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社科、文化艺术等领域。蔡奇对专家们的讲话重提中共政治术语2442，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中共20届3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再立新功。2442的政治概念是近年来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统一思想、巩固中共核心领导地位的产物，特别是在习近平专权时代，被广泛用于党性教育、洗脑宣传和中共政策文件中。有意思的是，就在7月30号，政治局会议罕见弱化习思想表述之后，蔡奇立刻高调端出2442，像是在向外界示意，党内不同派系的暗战正在焦灼升级。在中共官媒官宣蔡奇到北戴河慰问休假专家学者前，中共外交部配合发布消息，例行记者会休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8月1号透露，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于8月4日至8月15日休会，8月18日恢复。蔡奇和外交部动作两相印证，以及综合多家媒体消息，中共高层已进入北戴河休假。北戴河会议虽属务虚性质，却长期是中共元老参与的高层就政权内部路线分歧进行斗争和妥协的重要平台，也被视为中共政治动向的风向标。近期有关中共元老幕后控权、4中全会获生事变等各类传言四起，甚至习近平接班人也传出多个版本。近日网上传出一份最新的中共常委名单，与之前流传版本不同的是，此份名单有9个常委，习近平将卸任总书记，继续留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另有网络消息称，中共元老授权张又侠组建特别行动小组，用非常规手段监督习近平交权，防止他政治反扑。海外媒体不断传出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华尔街日报日前也报道，中共内部元老可能正在向习近平发难。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但这些传言反映出习近平执政下，中南海政治越来越不透明，中国经济也正陷入严重困境，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率飙高，让许多民众都希望看到改变。在10月4中全会召开之前，北戴河会议无疑是当下中共高层的最重要会议。在政局动荡、权力结构可能发生改变的关键时刻，未来2周将会发生些什么，外界高度关注。习近平在7月30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4中全会。他在这场会议后没再公开露面。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去年北戴河休假前后共有21天消失于公众视野，
那么此次他还会同样神隐3周吗？除了内部博弈，中共也面临来自外部的重大压力。美中贸易谈判在7月底重新启动，结果却远未如预期乐观。美中第3轮贸易谈判于7月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刚结束后，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率先宣称双方已同意延长休战期，但美国方面迅速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明确指出，中方言之过早，美方将向总统汇报情况，是否延长休战将由总统川普亲自决定。7月30号，川普对外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将努力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但他并未提供协议细节，也没有表态是否同意延长休战期限。更早些时候，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明确强调，8月1号的最后期限不会动摇，不会延长。当前，美中贸易战正处于自5月伦敦谈判以来的90天关税休战期内，8月12号是这一休战阶段的截止日。对于美中斯德哥尔摩谈判内容，贝森特透露，美国方面持续要求中方提高稀土出口的透明度，并要求中方在其下一轮5年计划中尽快从制造导向转向消费导向的经济结构。尽管川普随后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但未透露实质性内容，态度依旧保持强硬。与此同时，美国已陆续和欧盟、日本、印尼、越南、菲律宾、英国、韩国等主要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贝森特表示，在这些谈判成功落地之后，北京在谈判中被迫进入防守状态。他说，过去喜欢展示强势姿态的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守势。世界其他国家此刻站在美国一边，北京将不再获得任何特殊待遇。海外时评人士王鹤指出，川普政府正在通过全球密集的关税谈判，重新设定国际贸易规则，目前已掌握主导权，并取得决定性进展。美国当前对外公布的关税结构已形成5个等级，第一等级是 10%， 针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目前是英国；第二等级是 15%， 适用于日本、欧盟和韩国；第三等级是 19% 至 25%， 涵盖菲律宾、印尼和越南等美国正努力争取的国家；第四等级的关税高达 30% 至 50%， 用于一般国家，包括柬埔寨、泰国、老挝、缅甸以及巴西，而第5等级则专门针对中共国，堪称为中共量身定制。目前美国的对华新增关税是 30%， 加上川普上台前原有平均税率约 10%， 合计约为 40%。 此外，还有一项尚未实施、暂停中的 24% 对等关税，是否加征取决于中美后续谈判结果。这意味着美国对中的实际关税税率是从 40% 起步，未来可能会更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越南、印尼达成的协议中，专门针对中国商品的转运设置了关税限制，凡是经过越南转运的中国商品都将被征收 40% 的关税。如果任何被加征高额关税的国家经由印尼出口商品至美国，也将被叠加课征 19% 的关税，并加上原始税率。这些条款显然是针对中国通过第三国绕道出口的逃税手段。资深财经评论人士老蛮在社交平台 X 指出，美中这轮谈判几乎是谈了个寂寞。按照现行的美方关税体系，美国对中国平均税率为 55%， 而中国对美国仅为 10%。 即便休战期限延长最多90天，川普依旧保留随时加征 24% 新关税的权利。这段时间对美国至关重要，因为美国与欧洲、日本等盟友的新关税协议需要在此期间落地，全球经贸新秩序即将成型。一旦国际贸易新体系在今年3季度内确立，中国的重要性将急剧下降。当前美国的高额关税已经导致中国1/3工业企业陷入亏损，而当全球贸易体系完成重构之后，国际市场去中化的趋势将不可逆转，中国将逐步失去出口市场和外汇收入。举个简单例子，
当欧洲对美贸易顺差被抑制，被迫增加美国商品进口时，他们的美元收入减少，必然导致对中国产品采购的大幅缩减。这种变化是结构性和刚性的，北京对此几乎无计可施。在无法挽回的被动局势中，中共官方仍试图营造赢了的政治舆论氛围，但现实却是欧盟、美国、日本正在联手，在今年第3季度内构建国际贸易新秩序。如果这一进程顺利推进，那么到今年第4季度，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彻底被动、毫无谈判筹码的一方，甚至如同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将成为摆在桌子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内外交困之际，中共还能稳住局势吗？北戴河之后的政局是否会迎来巨变？中共4中全会将成为关键观察窗口，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可能带来深远影响。风暴尚未过去，更大的变局或许正在酝酿中。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